我现在的预算已经爆表了，所以我这次在佛罗伦斯安排了一整天只用1000块钱玩佛罗伦斯。它这个 pastry 上面有这么多片苹果，然后还有 crema， 然后只要1块3，我觉得是能够找到最便宜好吃的早餐。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牛肚包，它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料，哇，这个分量。好，这个是我的主餐，闻起来超香的，来吃吃看。它就算是中间这个瘦肉的部分啊，也完全不会柴，就是都是很 juicy 的。Hello， 我是阿迪。这次因为要参加婚礼，所以再次回到我很喜欢的佛罗伦斯。但是跟上次来不一样的是，我现在的预算已经爆表了。参加这次的婚礼，光是交通费就花了超过1000欧。所以我这次在佛罗伦斯安排了一整天只用1000块钱玩佛罗伦斯。那这次行程是我跟一个住在佛罗伦斯多年的朋友一起安排出来的，规划了一个既省钱又可以吃到玩到的行程。那1000台币大约是28欧，在佛罗伦斯可能吃一餐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用28欧 cover 我们一整天的费用。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餐吃早餐，在意大利有非常多的 pasticceria， 也就是面包店。那通常在这种小的店面呢，你可以找到当地人会买会吃的便宜的面包跟咖啡。那我今天找的这家店叫做 Cioccolato Baldelli，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边一份早餐会卖多少钱。好，是一间非常温馨的小店，这边的面包店都会那种是狭长型的，然后它有卖各种饼干，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主要早餐的区域，我们看一下哦。所以我们有可颂，我们有哦，这个看起来蛮好吃的，应该是一个苹果派。意大利人早上很习惯吃甜的。Scusi, una sfoglietta. Mela, avete cappuccino? Sì. Quanto costa? €1,20. Ah, sì, allora 一个苹果派，一个 cappuccino， 这样总共才2块4，超级便宜。苹果派它是被糖浆满满的包覆哦，这一定超级爆甜。它是有点像那种千层派的感觉，它甜的刚刚好，表面那一层糖很薄，所以不会太甜，但是给了它一个比较脆的口感。来喝一下 cappuccino， 大家还记得意大利的 cappuccino 规则吗？就只有早餐可以喝。我发现这个 pastry 下面啊，还有用 crema 涂在下面，让那个苹果附着在饼皮上。它这个 pastry 上面有这么多片苹果，然后还有 crema， 然后只要1块3，我觉得是能够找到最便宜好吃的早餐了。这家店啊，漂漂亮亮的，外面还有一个用餐区，但是在佛罗伦斯应该到处可以找到类似的这种小店。那来佛罗伦斯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要踩百花大教堂。那你知道吗？百花大教堂的本堂其实是免费参观的。旁边的寿喜堂啊、钟塔后面的博物馆都要钱，但是要进去看末日审判是完全免费的，只不过就是你要排很久的队伍。它是礼拜1到礼拜6早上10点15开到3点45分，礼拜天会关门。这个是百花大教堂的平面图。我们在正面看的话，免费的入口在教堂的左边，然后它的排队会绕过它的右侧，一直到这一边，也就是这个门口，然后往这边往后排绕到后面去。那这个教堂当然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亲自进去体验一下，里面非常庄严，能够震撼人心的一个氛围。特别是你抬头仰望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你真的会心灵受到冲击。这个队伍通常就是会排个1个小时左右。特别是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人就会更多。百花大教堂，因为我已经进去过2次了，这次我就不排队进去。我这边补充一些上次进去拍摄到的画面，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里面的景观。哇，这是这个最有名的末日审判。哇，是这样整个绕一圈呢，真的很难想象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把它画上去的，就躺在那边这样画出一整圈。而且可能在课本上面看到是平面的，真的是在这个圆顶上面的时候，会觉得哇，真的是一个跟着这个建筑物合为一体的艺术。我刚刚遇到2个台湾人，他们是说，如果你有买登顶的票，你在登顶下来之后，可以从教堂的地下室往上排，也可以进到教堂的本殿，然后会比较快，但那个就是要付钱。那当然，在教堂对面的天堂之门也是免费参观，但这不是真迹，真迹在要付费的博物馆里面，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精细的复刻品。那除了百花大教堂之外，在佛罗伦斯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免费参观的大教堂——圣马可大教堂，不是威尼斯的那个哦，佛罗伦斯的这个。这边是入口，然后这里也有写它开幕的时间，我看一下，就是礼拜天通常都不会开了，
所以它是礼拜3的早上不会开，但其他就是有蛮多时段都可以免费参观。这些教堂的天花板都非常值得仔细看。这个教堂也有非常多的艺术品展览，左右都是。然后在这个圣殿的上面有一个迷你版的末日审判嘛，也是非常的精致，很多细节。然后这里甚至还有壁画，所以是直接把画涂在墙壁上面，像是《最后的晚餐》那样子的，左右是对称的。它不大，但是我觉得蛮值得来走一趟的。这边有很多艺术品可以欣赏，然后相对也是一个游客没有这么多的教堂。这边最有名的好像是这一幅天使报喜，然后它也是一个壁画，然后是在14世纪的时候就画上去了。它的前身是一个电影院，但它被改成了一个书店，但它却保留它电影院的灵魂。然后这都是免费，我们进去看一下。这整个做得很漂亮。好 ，OK， 一进来这边，小的喷水池啦，如各位所见，它就是一个装潢很漂亮、很精致的一个书店。我们走到这边为止，都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书店。穿过这个黄色的布帘之后，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哇，它保有了原本电影院的格局。与其说电影院，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戏剧院、歌剧院。所以上面2楼是座位区。然后在那边也都有包厢，然后画面的正中央就是会播电影。那现在它还没有播，它有一个节目表，你可以选择坐在2楼，你也可以选择坐在前排，这边都有座位。就这样看电影，然后后面这里就是2楼的位置，然后还有上面的穹顶，超级漂亮。他们有个网站会列节目表，像现在正在播的是1900年代的意大利一个纪录片，然后这边在晚上9点之后是真的会播电影的，但是9点之后进来就是要付门票。那如果只是这种一般性的纪录片，在白天播的时候进来是免费可以看。我们去2楼看看，在门口这个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落，这个之前就是在电影院时代他们使用的柜台，那现在还有用的就是这个饮水机。他们的楼梯也非常有电影院的感觉，这就是到2楼的楼梯。这边好像还有一些展览区啊，可以看免费的展览。它还有免费的厕所，然后还有看电影的位置。哇，超漂亮的！它的位置是非常高级，上面也有印数字，沙发椅的绒布材质。在这边就算不是要看电影，只是在这里滑滑手机啊，用用平板也是非常的舒服。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宫殿，然后后来是1900年代被一个人买下，然后改建成是电影院。但是因为疫情，这边电影院的营运就不佳，所以他们是在去年才把它融合，变成是图书馆加上电影院的一个复合式场所，然后才让这边开始比较复苏，然后有非常多人喜欢来这边度过时间，所以它的装潢才会这么新，因为它是去年才刚改建好的。然后我刚刚发现这个上面的标语啊，是我最近学的文法 ，Ivoeseliedosia 这个虚拟式，但这个意思有点奇怪。想要快乐的人是没有确定的明天的人，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在这个走廊的尽头，免费的厕所可以使用。然后如果你晚上真的想要在这边看的话，它的票价也不贵，只要10欧就可以了。如果大家书还没有看过，这里还有一个超级漂亮的免费图书馆 Biblioteca Marlucelliana， 这边是全世界评比 Top 100的最美图书馆。好，那我们进去看看。哇，超级像电影场景的，哈利波特啊，或者是 Sherlock Holmes。它这里的书有2层，然后看起来都是非常斑驳的书，但应该不是假书，这些感觉都是真的书，但是就是很斑驳。像这边就是有一个歌剧的剧本，然后1、2、3、4、5、6、7、8一直到20，但是这些书都已经被封起来，就是他们是不能够拿出来阅读的。这边主要是一个自习室，你自己带电脑或是书籍来这里看。然后这边有提供让你充电的地方。这边超级适合当拍摄场景，而且华丽到不行。这个图书馆是在18世纪的时候建立的，它的藏书有高达100万，有手写信、自传、历史、法律相关的书籍，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剧本，就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被锁在这些书架上面的藏书。然后这个图书馆自从1752年就是开放给大众使用，因为创办人的理念是知识的普及化，所以佛罗伦斯，如果你想要找个地方坐着待着，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是午餐，我们来到的是佛罗伦斯的中央市场，我们要来吃这边最有名的牛肚包。这边超级便宜，很在地的价格，全部东西几乎清一色都是5块钱跟9块钱。在店的正对面就有很多的座位区，但楼上还有更多的位置。这家是很多部落客跟在地人都会推荐来吃的店，但是我上次来佛罗伦斯没有吃到，这次来吃吃看。我点了一个牛肚包，然后1杯酒，这样子7欧，超便宜。这个盘子你就这样一路推过去，到那边他就会把你的餐给你。Honey no? Sí. One. 拿到了牛肚包，它旁边的位置满了，我现在去2楼找位置。2楼也有非常多的位置。好，我找到位置了。它在上面其实位置比较舒服哦，因为它天花板很开阔，然后采光也很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牛肚包，它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料，哇，这个分量。这个面包比我想象中的软，它看起来很硬，但其实蛮好入口的。它里面的牛肚也炖得蛮烂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牛肚啊，它有汁，所以让面包整个都是泡满在汁里面，所以面包变软。然后味道其实蛮像台湾的那种牛杂汤，它里面是有番茄的味道，它分量蛮大的，大概是跟我的手掌差不多。虽然这个只要5欧，但是完全吃得饱。我甚至觉得2个人分1块可能都还可以耶。它吃到中间会有辣酱，因为我全部都有加，但是我觉得辣辣的也蛮好吃的，有点像葱油饼加辣椒的感觉。随便拍一些这里其他店的价格，大概都是10块出头哦。像这边这个汉堡，随便也都是要10块多，但是牛肚包倒是工地价就5块钱哦。大家有看到这个长长的队伍吗？这边是学院美术馆，大家在这里等着要进去看大卫。但我们今天呢不会在这边看到大卫，我们来到的是领主广场，这边就在旧宫的门口有一个1比1的大卫像复制品。那蛮有趣的是，这个地方其实是原本大卫像的所在地，但因为它长期放在外面，会受到非常多的损坏。加上之前有一次混乱当中，有人从上面的窗户丢了一个椅子下来，然后砸断大卫的手，所以后来才把它移到学院美术馆去做更好的保存。它的高度啊、角度，然后还有一些雕塑的细节，我觉得都还蛮还原的。包含你看，像手上面这个青筋，然后还有脚后面的这个木头支撑，然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屁股，然后还有他帅气的侧脸。免费的大卫像。我觉得这边跟要付费的差别就是，它要离比较远，你可能用镜头放大看得到，但是因为它整个被围住，然后它这边是一个入口，所以可能会很多人在这边穿越，你也没有办法停下来看很久。但是 better than nothing 大卫像，就是这个绑架女子的这个雕像，这也是学院美术馆一进去就看得到的雕像，所以也是免费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以上就是领主广场以及大卫像。那接着免费可以在佛罗伦斯看到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大家应该都听过的非常有名的艺术品——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就在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门后面，圣阿波罗尼亚博物馆。这一整个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藏品，但是它不用钱，你只要在入口签名签到，就可以免费进来了。好，这边走进来，它是一个很大的长廊，然后这边就是最后的晚餐。哇，这是真迹耶！它就是当初画在这面墙上面，应该是有做过一些修复，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是在1450左右的时候作画的。你看到旁边这里的椅子啊，它是有一个非常短的进程往内缩，所以这个椅子就有一点点3D 的感觉，然后是融入在整面墙上面的。就是这样子在2D 的平面做出3D 的效果的另外一幅画，就是最知名的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不过那幅画就是将近50年之后才问世的，所以可能达文西也有从这一幅《最后的晚餐》取得一些灵感。然后我们之前有讲到嘛，达文西《最后的晚餐》你会看不太出来谁是犹大，但是在达文西以先的《最后的晚餐》，犹大都会非常的明显。这里看这个壁画的体验啊，
跟在米兰看《最后的晚餐》是一样的，就是跟一个壁画面对面，然后可以去详细的观察里面的所有细节。然后在佛罗伦斯各处都有像这样子免费的出水口，它是可以喝的水哦。我带了一个水瓶来装，免费的饮用水，我们省了1块欧元。这边按下去，但是它要一直压着，它才会一直出水。这样子，饮用水，这个水喝起来跟矿泉水没有太大的差异。Venti 很好吃 ，Venti 也到处都是，但是 Venti 太贵了。我们要找的是一个比较在地的冰淇淋店。我们连吃 gelato 也要精打细算，这个是我们比较在地的 gelato 店，它的价钱就便宜很多，一球的话只要2块5，2球3块5。以我的预算，我可能就只能买1球。那些很大一球哎，是还蛮正统的意式冰淇淋，感觉很浓，试试看。这样只要2块5，是蛮划算的。这边感觉是名店，很多人在排队。我觉得这家店有可能是有在小红书被分享，因为有非常多中国人来买，那就是也是蛮好吃的，对，我觉得很值得推荐，很在地 CP 值高的小店。要是我预算充裕一点，我应该会想要买2球。我们佛罗伦斯这样子一天下来逛一逛啊，也快要到夕阳的时间了，所以接着呢，我们是要来跑夕阳行程。那我们的起点是这个乌菲兹美术馆。想当然我们没有门票进不去，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广场还是可以看到各个对于佛罗伦斯很重要的艺术家跟建筑家或者是诗人。然后这边就有一个观光方式，就是你走到他的前面，搜寻他的名字，然后去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你就知道哦，他跟佛罗伦斯有什么关系。你正处在他走过的道路上，哦，整个那个味就上来了。像比如说这个 Dante， 大家应该都认识他吧？他是但丁。乌菲斯的那个广场走出来呢，这边就直接面对的是老桥。之前上面有很多是卖肉的。那现在变成几乎都是珠宝店，然后夕阳会从这边落下，所以你会看得到太阳，然后往这里这样照射过来，在这一整条河旁边拍照都会很漂亮。真的是一个很有识别度的建筑物。我们现在是要走到桥的对面，然后要爬上去一个花园，在那边有一个还不错的 lookout point， 可以看夕阳。老桥在这边，然后沿着这条河一直直走。要这样子一直直走，大概20分钟。我们要去这个米开朗基罗广场，但是我们会路过这个玫瑰花园，走这边这样子上去，这边的坡度这样子往上，走到上面去。好，我们到了，这就是玫瑰园。应该是下面这一整区要是玫瑰啦，就是一个小花园的感觉。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秋天了，所以没有什么花。但从这边如果是对的季节的话，往这边看夕阳也是很漂亮。然后这边走进来之后，这里远方可以看到多蒙。现在有一个非常丑的一个起重机挡在中间，但是对这里的景观很好。但这里相对是比较清幽的一个看夕阳的环境，因为它这个花园里面也有很多椅子可以坐在这边。因为我们待会最后要去的那个广场会超级爆多人，所以如果想要比较安静，没有很多人打扰的话，就可以选择像这样子的地方看夕阳。从花园出来呢，看到人群你就开始知道你到米开朗基罗广场了。这上面一整排全部都是。好，我们还要再有最后1里路。我的天哪！人满为患。总之呢，这个广场因为它是在一个制高点，你可以一览无遗看到整个佛罗伦斯市中心的城市样貌，加上后面的夕阳。现在有点可惜是有蛮多起重机，可能在做修复工作吧，是会挡掉部分的 view， 但还是很美。后面就是佛罗伦斯城市景，很漂亮，在这边可以待很久。这边只是比较下面的 balcony， 其实上面还有可以再往上走。所以这边有夕阳。然后我们刚刚在的老桥，然后这边旧宫，然后百花大教堂，然后这里圣十字教堂。上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瞭望台，哇，从这个上面看更清楚了，好漂亮！在这边拍照真的是无懈可击耶。米开朗基罗广场也有一个大卫在中间。看完夕阳之后，我们最后一站吃晚餐。最后我们晚餐的选择是这家 Osteria Nuvoli。它是一个蛮道地的餐厅，然后它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我们来看看，
这边下去。这家餐厅是很正规意式的点法，所以有 antipasto primi secondi， 然后最后就是甜点。它的价格的话，大概10块上下，算是还蛮划算的。我要点的是这个 porchetta con patate， 所以它就除了有主餐之外，它还直接有马铃薯。因为马铃薯在这边，如果你要点的话，它就已经是4块5了，所以代表呢，这个烤乳猪它只要6块5。另外呢，它的甜点这个应该是一个饼干，然后它就直接配酒来，所以你这个同时可以买到1杯酒，这样可以是很丰盛的一餐，但是我只需要花15欧元。店内的环境。好，这个是我的主餐，闻起来超香的，吃吃看。其实 porchetta 比较有名，应该是在罗马，然后这个就是会有个脆皮，它旁边就是还有马铃薯。很有嚼劲，甚至有点脆脆的那个肉，然后它里面都有腌过，它这里面都有一些腌料。像11块，我觉得虽然大家还是会觉得很贵，但是在意大利10块钱就能吃一个完整的主餐，真的是超级便宜的。随便一个意大利面，没有任何的肉，可能都要12块了。我们试试看，这个有皮的，很有胶质，味道非常的够，一整片。它就算是中间这个瘦肉的部分啊，也完全不会柴，就是都是很 juicy 的。好，我们的甜点来了，就是有饼干跟1杯酒，饼干应该是要沾到酒里面的。这个饼干单吃的话，就是脆脆香香的，沾这个酒之后，它就多一个辣辣的味道，然后变得比较好入口，蛮神奇的，就真的变好吃了。然后你也直接得到1杯酒。这是威士忌。好，我们一天的行程结束了。总结今天下来，我一共花了27.9欧，完全在28欧的范围内。我甚至还有1毛的空间可以给小费，但主要也是因为今天所有的花费全部都是在吃上面，就是早午晚餐跟那个冰淇淋。景点的话，全部都是找免费的来踩点。但我觉得这样一整天下来 ，CP 值真的是顶天，因为这个一日游还是有看到非常多地方，然后也有吃到美食，然后甚至你看我刚刚晚餐还有喝了一点酒，所以现在就很 happy。那希望我们整理的这个行程呢，如果未来有人想要来 Firenze 会有参考的价值，那我会按照时间顺序把所有我去过的景点的连结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好的，以上就是佛罗伦斯观光客家人特辑。那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意大利的影片，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